i7065D 模块是台湾宏格公司的产品，它可以采集4路输入开关，控制5路输出开关。我们将鼠标放到这个地方，是模拟输入开关，可以看到上面这个指示灯就灭了。然后呢，这个输入焦点呢放在这个地方，2、3、4。输入有信号的时候呢，输入指示灯就灭。由于这边呢，第一个接线是这样的，音1，然后这是输入的公共端子，同时这个呢也要连到电源的正极，这个连到电源的负极。由于这边不能再显示其他输入传感器，所以我们这边呢就将输入焦点呢变成手，这样表示有输入。输出呢是这样的，这边呢一共有10个接线端子，2个表示一个开关，控制外部设备。现在呢这个我们这是手动，输入是手动，输入是手动，也可以锁定。我手往这边一放，用这个照片贴住这个传感器，然后这个指示灯就灭了，然后再来一个，再来一个。再来一个，全部给贴住了，也可以自动，每过一段时间呢就贴住一个传感器。这边贴住一个了，然后呢贴住2个了，然后锁定，锁定，这样就不动。现在我们来看一下运行效果。我这个 COM4 跟 COM5。用实际的电缆联系在一起，所以现在我这边呢打开了 COM4， 我这边打开 COM5， 然后绿灯闪烁，这边呢这是第5个输出开关的指示灯，对应的这个接线端子，我们假设这边呢接了一个绿灯。然后呢，我们到底这个输入呢？刚才我们看了每一个呢都有变化。现在呢，我们看输出，我们一个点一个点的测试。这个为什么是红黄绿呢？因为我们创建了一个实物的实验室。这边呢就是接的红灯、黄灯、红灯。黄灯、绿灯。现在我们模块测试，什么叫模块测试呢？就是说有输入信号的时候，我输出呢就跟着就闭合，来测试这个运行效果。我们模块测试，这是第1路，然后呢我们第2路有信号，上面呢就闭合了，下面先变化，然后上面呢后变化，因为检测到下面有变化，然后上面的这个变化。这边呢是输入有信号的时候呢灯灭，闭合的时候呢这边是灯亮。但是呢，为了让用户看了舒服呢，看了比较直观的，我们输入有信号的时候呢灯亮，将这个反过来，这边呢是输入有信号。灯就灭了，我们这边呢输入有信号呢，灯让它亮，这样用户呢感觉就比较直观。然后输出闭合，我们灯亮。现在我们将它关闭，我们来逐渐看测试每一条通信协议。首先，刚买的这个 i7065D。我们不知道怎么使用，我们呢要对它进行初始化，这是它的一些协议。初始化呢就是初始化的线呢连这个 D， 然后呢跟计算机连起来。这是485接口，正极负极，但是呢由于这个计算机呢没有485接口，所以要通过 USB 转 RS485接口，这样的话呢计算机呢就可以跟它连起来，然后连接上电源。
现在呢，我们对它进行设置这个工作参数。设置工作参数的时候呢，由于这是字符协议 ，display mode 设为 char， 这位码呢有回设符，什么时候都是有回设符的，因为初始化情况下它是没有校验码的。OK， 打开 com4 跟 com5 连在一起，打开我们的设置工作参数号照抄，下面呢是地址，由于是初始化连接线的状态，它的地址呢默认呢就会00，然后新的 NN 新的地址呢我们设为 3D， 我们这次改一下，然后40呢照抄，表示这是开关量的模块，跟 RI7013D 不一样， RI7013D 呢是20，表示这是模拟量，这边呢我们40表示这是开关量，然后 CC 我们选择06，表示9600的波特率，06对应9600的波特率。FF 我们选择40，表示有累加和校验码，如果是00呢就没有累加和校验码。这边我们选择40，然后发送。现在呢将它的地址呢内部地址改为 3D， 将初始化线去掉，然后呢连上传感器，连上电源，现在的它的地址呢就会 3D 了。现在我们锁定输入信号，这边呢也要加累加和校验码。现在我们重新来，我们来看一看它的通信参数，导览符号 3D， 我这边大小写都一样，为什么呢？我这边自动大写，小写是无效的，由于我自动大写，所以呢就有效了。3D， 然后是2是功能码，导览符号呢是前导字符， 3D 呢是地址， AA 是地址， 2就是功能码，读取这个模块的工作参数，然后发送。我们可以发现它返回的是惊叹号，表示是正确，返回的是问号地址，表示是无效的，返回的是惊叹号。我们可以看到 AA 是地址是改为 3D 了， TT type 类型是40，这边是40，这是正确的。然后 CC 是波特率06， CC 06，这是正确的。40FF 40表示有累加和校验码， C6 是一个累加和校验码，它是自动返回的，添加一个累加和校验码。我们发过去呢要添加累加和校验码，它返回来的数据呢也是自动添加累加和校验码。这是第2条协议。第3条协议，开关状态读取协议，我们将它给清掉。现在是导览符号 3D 6，发送，返回的是00010056呢是累加和校验码，00呢就是后面的这个00，这个00是什么呢？就是输出开关，输出开关我们有一个闭合，而这边呢01呢是什么呢？01是输入开关，01我们就在这边写，什么叫01呢？1110啊，1110，大家可以看到1110，灯亮表示是1，但灯亮呢是传感器是无效的，所以1110啊，1110最低位呢我们挡住了有信号，所以变成0。这个是反的，输入有信号灯是灭的，输出没有信号灯是灭的，这个呢是正确的。现在我们呢来一个 @3D， 然后再来一个 DD， 我们来一个01，发送。我们可以看到这边呢开关闭合了啊，这个指示灯表示这个开关闭合了，我们要听到声音了。符号呢是前导字符，
综合输出控制的前导字符 ，AA 呢是 3D， 然后呢它01表示输出控制0000，这是高思维0000，然后呢0001，这是1，所以呢这边呢就闭合了。输出的时候呢，我们自动的加了一个累加和校验码，如果正确的话呢，返回一个大于号；如果不正确，返回一个问号。好，现在呢我们呢来重新读取一下开关量 3D6 01，输出开关01，这是正确的0，最低位就是1 01，然后这边的01还是不动的，输入开关有一路是有信号的01，然后呢下面是00照抄57是累加和校验码。现在这个协议呢我们也测试了，下面我们换一个协议，最后一条协议，井号前导字符，井号 AA 是 3D 的地址，如果地址不对的话，它就不会有响应的。然后 1C 1照抄 C 呢用1，它是0 1 2 3 4，我们第二路这边就是1，因为从0开始0 1 2 3 4，我们用1，然后呢滴滴呢00呢就表示断开，01表示闭合，我们井号 3D 1照抄，好，我们换一个2012中间这个，我们让它闭合，滴滴01呢表示闭合，00表示断开，我们来一个01，这个就闭合了，上面呢也是闭合的。现在我们呢将以前发的这个再抄过来，比如说这个地址我错了，3D 我改为31，然后呢我让它给断开发送，没响应。为什么没响应呢？因为地址错了我们如果还是改为 3D 然后再发送，这个就断开了，这是指示灯。这个通用多功能计算机监控系统测试软件 TestPort 占用了 COM5，所以我们必须将它关掉，因为窗口呢它是独占的。关掉以后呢，现在这个呢就可以了，我们将它的地址改为 3D， 然后打开，就可以逐渐测试了。这个是测试的这个仿真模块，也是通过实际的窗口进行连接的，所以这个程序呢也能控制实际的模块。我在仰望大学创建了计算机监控实验室，下面呢我给大家看一下实际的用这个软件实际的控制的效果。模块的具体的通信协议为百分号 ，AA 是地址，从00到 FF，AIN 是新的地址 ，CC 布特率03代表1200的布特率，然后我们用的06代表9600，然后是7、8、9、0A 对应115200，TT 呢为模块类型，我们这个 RT65D 固定为40，所以这边呢我就没有写 TT， 直接写的40。FF00 表示没有校验码，40呢表示有校验码，固定为累加和，返回呢 AIN 是新的地址，修改布特率和校验方式必须在init 的模式下，要将这个初始化线连起来。
如果修改地址，就不必在 init 模式下。如果需要查询工作参数，使用$2就可以了。单个控制开关，也就是说控制第一个开关不会影响第二个开关的状态。井号为本协议的标志，也就是前导字符。AA 为模块的地址 ，C 表示0到7，但是我们这边呢是0到4，因为我们只有5个开关。DD 表示开关数据，01表示闭合，00表示断开，这是控制所有的输出开关。这是前导字符，下面是地址 DD。DD 呢范围呢是00到1F， 1为闭合，0为断开，这是控制输出开关的。返回是这种情况，31表示有效，问号表示无效。读取开关状态，我的开关输入开关到底怎么样呢？$6就可以返回了。返回第一个为输出开关的状态，1为闭合；第二个为输入开关的状态，1为断开。我这个指示灯的状态呢是根据实际情况模拟的。我这个笔记是从英文原版翻译摘录的。下面我们看一下英文原版。这是目录 Block Diagrams， 这是模块的逻辑结构。找到我们的 706D 在36页，然后下面是尺寸 Dimensions， 如何连线，找到我们的 706D 46页。第二章呢是通信协议，刚才我们使用的百分号 IANN77CCFF 这一条初始化的通信协议。i706D 模块仿真软件及其对应的测试软件，所有的协议材料我都放在视频下面的链接中，欢迎大家下载使用。请大家关注我的频道，老马试图经验分享，总有一款适合你。Over。